有時候狗狗會安靜地趴在你身邊，也不是在睡覺，就只是輕輕地依偎在你身旁，什麼都不做。我們常常把這個畫面解讀成一種陪伴，但在狗狗的世界裡，它們這種安靜其實是一種非常深刻的情感上的回應。今天想陪你聊的不是狗狗會不會孤單這麼表面的問題，而是要和你一起徹底潛入它們的內心深處，去理解它們究竟是如何理解孤單這件事的。嗨，這裡是小土狗阿寶與倩倩的陪談頻道。狗狗的孤單來源，我們很多人覺得狗狗的孤單就是家裡沒有人，但對狗狗來說，孤單不是只有自己待着這麼簡單，它們其實是很能自己消磨時間的。只要周遭的狀態是安穩的，那麼狗狗內心深處真正的孤單感到底來自哪裡？答案是，它們感覺到連接突然被切斷了，卻收不到任何預警訊號的時候。這種孤單不是你真的出門離開了，而是你明明還在他身邊，卻不再對世界產生任何回應。這種狀態，狗狗會非常快察覺。狗狗的認知，我們來聊得更深一點。狗狗不是哲學家，他們不會問你在想什麼，他們真正關心的是你是否還在這段關係裡。這是一種非常直接的感知，你的聲音還在，但沒有起伏；你的動作還在，但沒有方向；你的身體在這裡，但心卻不在。在狗狗的認知裡，這只代表一件事，它們與你的情感連接變得不完整了，而那種突如其來難以言喻的不完整，就是它們最難受的孤單。狗狗不會內耗，狗狗的孤單感和人類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當我們感到孤單時，我們常常反省自己，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好，然後開始內耗。但狗狗不會，它們不會有反省行為，它們只會調整距離。所以你會觀察到，有些狗狗在你情緒低落、與世界失去連接時，它們既不吵鬧，也不要求玩耍，它們會默默靠近，趴在你伸手就能碰到的位置。記住，這不是因為它們也孤單了，而是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在告訴你，我感覺到你正在失去這個連結了，我會在這裡等着，等你重新回來。他們的靠近是一種無聲的錨點，一個溫暖的邀請，邀請你重返這個有愛的關係中。狗狗靠近你是為了陪你，這是我們最容易誤解的一個行為。當狗狗靜靜地靠過來，很多人會想，它是不是需要我安撫？它是不是孤單了？但從狗狗視角來看，那更像是一種維持連線，有點抽象，對吧？我換個角度說，它們不會說話，所以它們只能用身體提醒你，我在這裡，你的世界沒有完全崩塌，你不需要完全消失在你的低落裡，我願意當你回來的橋樑。這種靠近不是我們以為的依賴，它是一種極其成熟且富有同理心的社交本能，它們在擔任關係中的穩固者。狗狗能分辨安靜和空調的差別。狗狗會成為人類最好的陪伴者，是因為它們擁有連人類自己都很難區分的敏感度。人類常常把這兩件事混在一起，覺得只要沒聲音就是安靜，但在狗狗的世界裡，安靜是狀態穩定的訊號，空調則是狀態斷裂的危險訊號。狗狗對這個差別非常敏感。如果你只是需要靜一靜，它們會給予你空間，不打擾你內在的穩定。但如果你正在經歷內在的崩塌，你開始空掉，它們反而會更靠近。不是因為它們懂得你的故事，它們不需要知道你遇到了什麼挫折，而是它們真切地感覺到你的存在正在變弱，你正從這段關係中抽離。他們用自己的身體成為了阻止你徹底消失的那個愛的重量。狗狗的孤單感來自無回應。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狗狗的孤單感到底來自哪裡？當我們徹底潛入他們的內心深處，會發現狗狗真正感到孤單的時刻，通常不是沒人陪伴，而是它試圖發出回應，卻沒有任何回應回來。他們的每一次嘗試，都像是將一塊小石頭投入湖中，卻發現湖水已經結冰。他看着你，你沒有回來；他貼近你，你沒有感覺到。在這種情感的空檔中，他們不會大吵大鬧。那一刻，他會停下所有的行動，等待世界，等待他最愛的那個人能夠再次伸出手接住他。狗狗理解的陪伴，彼此都還在的安定。經過前面我們的陪談，我們發現狗狗的愛其實極為純粹，而且帶有一種難以置信的成熟。他們從來不要求你為他們做什麼，他們真正在乎的永遠只有一件事：你是否還在這段關係裡。這是一種幾乎為零的最低要求，哪怕你什麼都沒說，哪怕你只是靜靜的、輕輕的呼吸，只要那條情感的連線沒有斷裂，
對他們來說，這份深刻的孤單就不會出現。所以在狗狗的世界觀裡，陪伴的定義被徹底顛覆了。陪伴是一種絕不需要言明的存在感。狗狗教會我們的是互相守護的孤單定義。最後，想輕輕陪你停在這裡。狗狗真正教會我們的其實是另一種孤單的定義。它們不怕獨處，它們怕的是失去連結，卻找不到任何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他們選擇的回應方式永遠不是抱怨或是盲目的索求，而是靜靜留下。如果你曾經在生命中的某個低谷時刻被一隻狗狗安靜地陪着、守護着，請回想我剛說過的，那可能真的不是因為它需要你，而是它感覺到你需要有人還在。這就是狗狗所理解的孤單。當你感覺到世界正在離你而去時，它們會用自己的存在告訴你，連結從未斷過。這份無言的陪伴是他們給予世界最真誠的回應，也是他們對你最深刻的愛。科學佐證。最後，我想用一個真實的科學研究為今天的分享畫上句號。這個故事完美地佐證了我們前面的所有偏袒。2016年，匈牙利布達佩斯的羅蘭大學由神經科學家阿提拉·安迪克斯博士帶領團隊進行了一項非常特別的實驗。他們不再是觀察狗狗的行為，而是直接讓狗狗進入了功能性核磁共振儀，去看看狗狗的大腦究竟如何回應人類的聲音。其中一隻參與實驗的狗名字叫 Friday， 一隻中型的混種犬。實驗設計很簡單， Friday 被安置在掃描儀中，不能看到任何人，只能用聽的。研究人員播放了2種聲音，一種是它主人的聲音，另一種是完全陌生的人。結果清楚地浮現了我們最核心的論點。當 Friday 聽到主人的聲音時，他大腦中負責情緒與連結的區域出現了明顯活化，但當聲音換成陌生人，那些區域幾乎沒有反應。更關鍵的是，研究團隊還發現一件事，只要主人的聲音帶着情緒，而不是單純的指令，大腦的反應會更強烈。這告訴我們什麼？安迪克斯博士在研究中提到，狗狗並不是在辨認聲音，它們真正是在確認一件事，這個連結還在不在。從狗狗的角度來說，即使看不到、碰不到，只要那個熟悉的存在還能發出回應、發出情感的訊號，它們就不會感到被世界遺棄。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當你什麼都沒做，只是輕聲叫喚它們的名字，有些狗狗就會立刻安靜下來，因為對它們來說，孤單不是沒有人，而是再也聽不到回應，再也感覺不到連結。而那一刻 Friday 躺在冰冷的機器裡，僅僅只是聽見主人的聲音，他的大腦就已經知道連結還在。這就是狗狗理解孤單、理解愛的方式。嗨嗨，如果覺得今天我分享的知識有那麼一點點幫助，就請訂閱我吧。這裡是小土狗阿寶與倩倩的陪談頻道，希望剛才的分享能讓您更理解狗狗那種安靜的陪伴背後承載了多麼深層的情感與智慧。下次當他們靠近你時，給予他們一個完整的眼神和一次溫暖的回應吧。今天先說到這邊，謝謝你的收聽，祝你儘管有個好夢，下次見，拜拜。